一个人的根究竟要扎在哪里？有人守着一片土地一辈子，而邱德拔却把自己的人生种到了世界各地。大家好，我们想做一件事，把过去100多年里那些走得最远的华人家族重新讲一遍，他们的迁徙，他们的规矩，他们的判断，他们的代价。不为别的，这些故事是写给所有华人的。一个家族的根，要不要只扎在一个地方？100多年前，邱家用一生给了一个答案。1986年，伦敦，一家开了100多年的英国银行快要被另一家整个买下。最后几天，出手相救的人里，有一个从新加坡来的米商的儿子邱德拔。他很小就离开了学校，一辈子话很少。一个不爱说话的人，怎么会把棋下到了伦敦？故事要从更早说起。他的父亲是个米商，在新加坡置了田地。那个年代，南洋的华人信不过洋人的银行，就按家乡分头开自己的。潮州人开潮州人的，广府人开广府人的。邱家是福建人，父亲在好几家福建人开的银行里都有股份。后来几家福建人的银行合在一起，成了华侨银行。16岁那年，他走进华侨银行，从一个小文员做起，一做就是26年。他一路做到副总经理，可那张最高的桌子他坐不上去。华侨银行的决策层是留给几个老牌家族的，他是从文员做起的外人。还有一层更要紧，他想把银行做得更快更野，多开分行，开进乡下。可这家老银行求的是稳，嫌他步子太大。一个想往前冲的人，撞上一家想守成的银行。1959年，42岁的邱德拔离开了。走的时候，带走了一批跟了他多年的旧部。第2年，他在吉隆坡和几个合伙人凑齐1000万的本钱，开了自己的银行——马来亚银行。没有那张桌子留给他，他就自己造一张。几年里，分行开到100多家，开进了别的银行不去的小镇。那是他最顺的几年。他大概没想到，最顺的时候往往就是时代要拐弯的时候。就在银行最好的那几年，时代拐了个弯。1965年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开了，一道边界从他的生意中间划过。银行在马来西亚，他的很多产业在新加坡，一夜之间分在了2个国家。那几年发生了很多事。后来他不再执掌自己一手创办的银行，
他没有离开新加坡。1968年，他把银行在新加坡的产业买了回来，其中包括一家叫梁木园的老酒店，这里成了他后半生的根据地。他话很少，可一到买卖上，他看的方向常常和所有人相反。他说过一句话：没有人要的时候，正是该买进的时候。别人慌着卖，他慢慢买。1985年，香港，他盯上了一家百年英资洋行惠德丰。2月，他悄悄从对方家族手里买进股份，突然发出全面收购。香港股市叫他过江龙，可这条龙惊动了一头坐山虎——香港船王包玉刚。惠德丰的大股东转身把股权交给了包玉刚，两个人在春节前后的那1个月里隔空加价，一个抬，另一个跟着抬，谁也不退。过完年，胜负也分了。3月15日，包玉刚握下过半股权。同一天，邱德拔宣布退出。这一仗，他没赢，可他手里的股票被高价接走，他没有亏。更没想到的是，1年之后，这2个刚刚还斗得不可开交的人，会站到同一边。1986年，伦敦，渣打银行被人盯上，要整个买下。渣打找上3个人：包玉刚，一个澳大利亚商人，还有他。最后几天，3个人联手出价，把收购拦了下来。之后，渣打股价大跌，别人离场，他还在买，一路买下去。到最后，没有哪个个人股东手里的渣打股份比他更多。多年以后，他回头看这一笔，这是我一生最好的投资。一道边界把他推出去，一场牌局让他出局，可每一次被推开，他都自己挑了下一个落点。他最后把棋落到了地球另一头，新加坡的酒店，马来西亚的产业，文莱、澳洲的生意，伦敦的银行股票。他的钱不在一个地方，不在一个国家，也不在一种货币里。他没有写下什么道理，可他这一生像是在说，根不必只扎在一个地方。邱德拔在2004年走了，孩子们都在身边。他有一大家子孩子，没有人接他全部的班，可这一家也没有散。一个女儿打理着梁木园那些老酒店，最小的儿子没晋升一场，去拍了电影。他生前设立的基金会一直在安静地做事。新加坡有一所医院，后来用了他的名字。远在北京，北京大学有一座体育馆，是用他的基金捐建的，也用了他的名字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乒乓球比赛就在这里打。他的祖籍在福建，家里人说他一直想回中国，
走一走祖辈走过的路。他不爱说话，小儿子后来记得他。他爱家人，爱美食，爱车，就按这个顺序。剩下的话，他没有说。他这一生从新加坡出发，在吉隆坡开过银行，在香港落过子，最后把目光投向了伦敦。走了这么远，一个人的脚印落在了好几个地方。